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手机品牌越来越卷？除了苹果、三星、小米、vivo、OPPO， 还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悄悄崛起了，它就是 Honor 荣耀。等等，这不是华为以前的那个子品牌吗？它不是早就没了吗？没错，荣耀确实曾经一度沉寂，但它不但没倒下，反而活得越来越硬核，甚至在2024年登上了全球前8名。你没听错，它从被分家的边缘品牌变成了独立市占率超越小米的劲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神奇品牌的起起落落，荣耀的完整成长史。故事要从2011年说起，那时候华为还只是一个通讯设备巨头，但在手机领域却不怎么有存在感。面对当时如日中天的三星，苹果华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要做自己的智能手机。于是在2011年底，华为推出了一款面向大众市场的智能手机，命名为 Honor U8860。初代荣耀手机算不上惊艳，但胜在性价比高，但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个试水的开始。华为发现自己除了做严肃高端的 Mate 和 P 系列，也许还能做一条针对年轻人、主打潮流和性价比的子品牌。值得一提的是，在荣耀独立运营的初期，它还带有一丝工科男的文艺范。当时的荣耀负责人刘江峰曾通过个人魅力和对产品的独特见解，为荣耀注入了不同于华为的年轻自由精神。荣耀的诞生本质上是为了构建华为的双品牌战略。在当时，华为的 Mate 系列和 P 系列承担的是品牌形象、技术沉淀和高端商务的使命，而荣耀的定位则非常清晰，互联网直销主打性价比服务年轻群体。这种分工带来的好处是，荣耀可以在营销上更灵活，价格上更激进，大胆尝试各种新玩法来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小米。比如，荣耀是国内第一批大面积推广双11电商节的手机品牌之一，为华为集团在互联网渠道的突破立下了汗马功劳。终于到了2013年底，华为正式宣布将荣耀从华为品牌中剥离，使其作为独立产品线运作，主打互联网电商模式。就在那一年底，荣耀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独立后的第一批产品，荣耀 3C 和 3X， 并喊出一句广告语：只为年轻人而生。而就在这一年，国产手机品牌们也在大洗牌。小米靠互联网模式大杀四方，红米刚发布就热卖断货。vivo、OPPO 主打线下门店，魅族还在走文青路线，中兴、联想则已经有点跟不上节奏。当时的国内手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互联网手机大战。小米靠米粉文化与饥饿营销打开局面，魅族则靠 Flame 系统和文艺设计吸粉无数。荣耀选择的打法就是依托华为强大的制造和供应链能力，加上互联网直销的模式，把性价比玩到了极致。这一点在当时被称为华为做小米，小米被打哭。在这种激烈竞争下，荣耀找准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互联网直销加性价比加年轻人。2014年，荣耀推出了重磅产品荣耀 3C 和荣耀 3X， 直接对标红米系列，价格便宜，性能不差，设计时尚，这让荣耀一下子在电商市场杀出重围。那时候你要在京东买手机，经常能看到荣耀挂在销量前排。紧接着2014年底发布的荣耀6 Plus 更是打响了荣耀拍照手机的名声，双摄像头超级夜景，当年还被戏称为1000元价位的单反替代品。荣耀作为华为的先锋队，在产品创新上一直很激进。到了2018年底，在全面屏设计上，荣耀再一次大胆尝试，发布了荣耀 V20， 首次采用了魅眼全视屏设计。它将前置摄像头巧妙地隐藏，在屏幕左上角的盲孔内极大提升了屏占比，引领了当时全面屏设计的潮流，成为了打孔屏的先驱者之一。而在技术营销上，荣耀也玩得很溜。2018年，荣耀推出了 GPU Turbo 吓人技术，通过软硬件协同提升图形处理效率。虽然引起过一些争议，但它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当时安卓手机发热、游戏卡顿的问题，是荣耀在软件优化和性能压榨上的代表作。这些技术突破为它当年超越小米拿下线上第一奠定了基础。荣耀的出色表现让华为手机含荣耀在这一年出货量首次突破1亿台，其中荣耀品牌的贡献巨大。别看荣耀一直挂着子品牌的身份，但其实它的存在感和表现已经不输很多主品牌了。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荣耀是华为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荣耀虽然是华为旗下的子品牌，但并不是贴牌。在早期，荣耀与华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技术共享机制，核心技术由华为研发，荣耀可以根据产品定位进行定制化演绎。这也是为什么你经常会看到荣耀和华为的处理器系统看起来很像，但产品风格却大不相同，一个主打商务旗舰，一个主打年轻潮流。这种机制让荣耀既能借力华为强大的研发，又保持了品牌的个性。而荣耀也真的试图独立运营，它有自己的品牌 logo， 自己的代言人，早年甚至请过胡歌，自己的 UI 设计 Magic UI， 甚至连口号都换了好几轮，从只为年轻人而生到勇敢做自己。不过它始终还是华为旗下的，直到2019年之前，荣耀的成长几乎是一路高歌，从荣耀6、荣耀8，再到荣耀 V10、荣耀20，每一代产品都有自己的爆点，不只是卖得好，口碑也不错。2018年是荣耀品牌一个重要的高光时刻，荣耀在那一年首次超过小米，成为中国线上市场销量第一的手机品牌。特别是荣耀10和荣耀 Play 系列的发布，分别打出 AI 摄影和 GPU Turbo 技术，赢得年轻用户喜爱。这一年，荣耀全年出货突破5000万台，几乎与华为本品牌并驾齐驱，正式站稳国产第2品牌的宝座。有意思的是，荣耀跟华为虽然用的是同一套技术底子，但往往会在时间上错开，比如某一颗新处理器先给荣耀用，或者荣耀用更激进的散热设计，极限压榨硬件性能。这种策略也让很多用户觉得荣耀其实更值。到2019年，荣耀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的前3强，并在全球市场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就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美国政府开始对华为进行一系列制裁，限制其采购芯片、使用谷歌服务等等。这个制裁不只针对华为主品牌，连带也波及到了荣耀，尤其是海外市场，一旦无法使用 Google 服务，基本就没法卖了。面对封锁，华为开始做各种自救，比如发展鸿蒙系统，自产芯片囤库存砍海外出货。而在这些策略之外，华为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把荣耀卖掉。2020年底，华为将荣耀品牌整体出售给由30多家代理商与供应商组成的深圳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此，荣耀不再是华为的子品牌，而是完全独立运营。这个决定震惊了整个手机圈。有人说华为割肉求生，有人说荣耀被迫自立。但不管怎么说，荣耀真的从公主变成了平民。很多人当时都不看好荣耀的未来，毕竟失去了华为的资源，芯片研发能力和品牌背书，荣耀还能活下去吗？这场分家对于新荣耀来说是推倒重来的大手术。虽然荣耀继承了部分员工专利和渠道，但最致命的打击是研发平台的彻底切换。过去的荣耀手机硬件平台、操作系统、EMUI、影像算法等都建立在华为的雄厚技术体系之上。独立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将整个研发体系从华为平台完全移植，并替换到高通、联发科等全新平台。荣耀的独立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赵明，他曾公开表示，荣耀要在寒冬中活下去，就必须走一条和过去完全不同的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亲自带队重建团队，跑供应商、谈渠道，是这场断奶求生战的关键指挥官。赵明曾描述，荣耀的研发团队经历了211天的极限行军，为了赶上市场，工程师们在极度缺乏经验、缺乏芯片资料的情况下，采用了大通铺式的倒班工作模式。就是在这种分秒必争的压力下，他们才成功推出了独立后的第一批产品，如荣耀50系列实现了市场份额的微型反转。这不仅仅是活下去，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奇迹。荣耀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迅速搭建好了自己的管理架构、研发体系和供应链网络。他们明白要活下去必须向上走，于是荣耀做了一个关键决定，不再只做性价比，而是向中高端市场冲刺。2021年初，荣耀发布了首款独立后的手机产品荣耀 V40。虽然这款手机本身评价褒贬不一，但它背后的意义很大。这是荣耀第一次离开华为后，凭借自己的实力拿到了台积电和联发科的芯片供货，是其独立后的第一步。真正打响荣耀回归高端旗号的是2021年8月发布的 Magic 3系列。
Magic 3.1亮相，它的缪斯之眼后摄模组超曲面屏立刻引发巨大讨论，很多人惊呼这太像华为 Mate 系列了。荣耀 CEO 赵明坦言，这种相似性是理所应当的传承，但在相似的外表下 Magic 3已经神不似了。它首次搭载了当时业内最顶级的骁龙888 Plus 处理器，意味着荣耀彻底回归了安卓主流供应链，并开始在影像算法上走自己的路。Magic 3的成功发布，标志着荣耀正式接棒了部分华为在高端市场的空缺，完成了从活下去到争第一的战略升级。荣耀能真正脱胎换骨，还有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在独立后重新获得了高通与微软的授权，这意味着它可以合法使用骁龙芯片，安装 Windows， 驱动兼容生态，为后续开发笔电、手机等产品提供底气。这一点在当时非常关键，因为它代表着荣耀不再被卡脖子，可以真正回到全球舞台。但真正让荣耀翻身的是那款爆款折叠机 Magic V。2022年，荣耀推出了自己独立后第一款折叠屏手机 Magic V， 搭载骁龙8 Gen 1，工业设计上丝毫不输给三星、小米，一亮相就让人刮目相看。你以为它只是冲销量？不，这时候的荣耀野心已经不只是活下来了，它要重新回到主流舞台，挑战旗舰品牌。紧接着，荣耀开始加快产品线的布局 ，Magic 系列对标华为 Mate 和 P 系列的高端旗舰。数字系列，比如荣耀70、80、90，对应终端主流市场 ；X 系列主打性价比，守住大众用户。折叠屏 Magic VS、Magic V2， 厚度和重量上不断突破极限，成为安卓阵营中最轻薄的折叠机。特别是2023年的 Magic V2， 一经发布就被誉为最像直板机的折叠屏手机，重量控制在231克，厚度只有 9.9 毫米。打破了折叠机等于砖头的刻板印象。要知道，三星的折叠屏还卡在重合后的阶段，荣耀却已经在追求轻薄的极致。荣耀 Magic V2 之所以能做到极致轻薄，背后是大量的材料科学和结构创新。它打破了折叠屏手机合二为一的设计思路，实现了闭合态 9.9 毫米的厚度，正式将折叠屏带入毫米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荣耀在关键的铰链部分下了血本，采用了钛合金 3D 打印技术，以及一种名为鲁班钛金铰链的自研结构。它不仅大幅减轻了重量，同时还能承受超过40万次的折叠，兼顾了轻薄与可靠性。此外，荣耀在屏幕上的投入也不可小觑，零风险高频 PWM 调光，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营销概念。荣耀通过技术创新，将屏幕的调光频率提升到了3840赫兹，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个频率通过了德国莱茵 TV 的无频闪认证，将闪烁风险降低到了安全区域，极大的缓解了用户长时间观看 OLED 屏幕的眼部疲劳，真正将健康科技作为了高端产品差异化的核心。而荣耀的高端战略不只是喊口号，它也真的做到了销量增长。根据多家市调机构的报告，荣耀在2022年重新跻身中国市场前3，并在2023年成功站稳脚跟，甚至一度拿下中国市场第1名。到了2024年，荣耀进入全球前8，市占率逼近 OPPO、vivo， 把很多人看不见的成绩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数字。有趣的是，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调侃华为造不出芯片了，那就让荣耀来造。因为当时荣耀是国内为数不多还能稳定拿到高通芯片的中国品牌。当然，这中间也离不开荣耀对品牌定位的重新思考，它不再是华为的青春版，也不再是一个为了活下去的品牌，它开始尝试以技术加美学加高端体验作为核心卖点，尤其是在屏幕续航、折叠工艺这些领域下了重注。而荣耀的操作系统 Magic OS 也在逐步脱离华为旧有的 EMUI 影子，尝试构建自己的跨平台生态。荣耀的 Magic OS 与友商的生态战略有着本质不同。如果说苹果是封闭下的统一体验，华为鸿蒙是多设备合一的超级终端，那么 Magic OS 的核心理念则是开放生态下的智慧互联。荣耀通过 Magic Ring、信任环等4大根技术，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允许服务跨系统，如 Android 和 Windows 跨设备、手机、平板、PC 自动流转和共享。而进入2024年，荣耀更是大力压注 AI 技术，
他发布了 Magic Live 智慧引擎，并提出了自进化 AI 原生手机战略。这意味着手机不再是被动等待指令的工具，而是能通过 AI 主动学习和理解用户需求的智慧体。比如用户只需一句语音指令， AI 就能帮你完成原本需要多步骤的操作，让手机真正成为用户的贴身助力。这种对 AI 个人化的深度探索，是荣耀在全球高端市场竞争中的新筹码。虽然目前还不能和苹果 iOS 或华为鸿蒙抗衡，但至少它迈出了第一步。随着产品线稳定下来，荣耀也开始尝试构建1+8+N 的全场景生态战略。一是手机、巴士、平板、笔电、穿戴、音频等设备， N 则是智慧家居、IoT 生态等配件。虽然起步较晚，但荣耀已经发布了自家的笔记本系列、路由器、智能手表，并尝试用 MagicOS 打通设备间的互联体验。目标很明确，从手机品牌进化为全场景智慧品牌。除了硬件创新，荣耀也在营销上下足了功夫，请了刘德华当代言人，打荣耀时刻的情怀牌，打造 Magic Moments 荣耀影像大赛，向苹果的笑谈 iPhone 致敬。各大展会上屡屡亮相，包括 MWC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都展出过最薄折叠机、AI 影像算法等技术亮点。除了中国市场的快速反弹，荣耀在海外市场也不容忽视，尤其在欧洲、东南亚、中东市场，荣耀重新搭建渠道，主打性价比旗舰加折叠机差异化，逐步收复被近时代流失的市场份额。比如在马来西亚、印尼、西欧等地，荣耀的 Magic 系列和 X 系列销量持续上涨，甚至在德国一度进入 Top 3。2024年，荣耀甚至在德国柏林举办了一场全球发布会，推出 Magic 6系列和 Magic VR 的海外版，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赢回中国市场，还要走向全球。而从数据上看，它也做到了。根据 Canalys、IDC 等市调机构数据，在2024年上半年，荣耀的出货量已经位列全球前5，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从一个被迫断奶的品牌，到独立后逆袭成功的黑马，这段经历不只是荣耀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中国品牌韧性与再造能力的一个缩影。而荣耀的成功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品牌独立究竟是断臂求生，还是另一个重生的机会？而对荣耀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名，更代表了一种态度，无论时代多艰难，都要勇敢走下去。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见。